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，这个作业呢效果画的还不错。注意这里的这个前后关系，外斜肌下面的这一块它是在前的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呢恰挤在这里和这里，这两个位置相对位置不够准确，这块应该再往上提一些。然后在两侧这边呢略微有挤压，这边呢略微有这种拉伸，这两个形的特征再注意一下。我们看这个手臂，这个是改过的，形上面的问题好一些，但是呢，这个结构感觉还是不够。注意一下线条的这种变化，比如说亮部的线和暗部的线。我们拿这块来举个例子，这边是肩头的亮面，这边是暗面。我们把暗面的线粗一点、重一点，亮面的线呢画的细一点、实一点。然后在这种产生穿插关系的时候，把前后交代清楚，然后把每一块结构画清楚，这样它看起来这个体积感就有了。现在你这个所有的线条呢没有亮暗的区分，所以说看起来它就比较平、比较简单，而且在体块和体块挨着的地方，体块和体块产生关系的地方，这些地方交代的不够清楚。你像这里就像一些平面的拼图一样拼在一起，而实际上我们画的它是一个立体的造型，肩头、上臂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把它当成一块一块的体积一块一块的造型去看待。这张结构画的还比较不错，颧骨再往前移一点，眼眶也稍微大了一些，在鼻骨的这个位置注意骨骼和皮肤之间的距离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注意骨骼和外轮廓之间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点，因为你拿手指去按你的这个鼻梁的时候，你能非常清楚的就摸到这种硬硬的这种骨头，但是你要是拿手指去戳你这个上嘴唇或者嘴唇上面，你得使劲用力往里摁，你才能摁到这个骨头，说明呢这一块皮肤和骨骼之间距离比较远一点点。然后解剖结构的话，注意这个咬肌它是斜着的，都不是直上直下的。这张作业改过了，也改过好几遍了。这个结构上面是好一些，但是形还是要注意。你可以这样可以在照片中大概去描一个这个形，然后把这个形呢拿到外边来，在这个框架里边再去画它这个结构。这样的话呢，有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准确的一个形状的一个限制，然后在这里边逐渐的去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。这样更有助于帮助你快速去建立起这种形感。形画不准呢不是毛病，是缺乏形感，对形不敏锐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快速提高对形的敏感度。这个脖子还是有点歪的，右边的胸锁乳突肌它还是比较直的一个趋势，左边的是倾斜的。然后右侧的这个肩更低一些，它被拉开了之后呢，它也变得又细又长。胸大肌在腋下的这个位置，它是有一点点往外鼓的一个弧度。比例，颈部画的太细了。把这个形的问题解决一下。如果单靠自己去对着照片去画不准确，就可以借助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，大概描一个大致的形状，然后在这个形状里面去画它的结构，这样的话会更效率会更高一点。然后来看一下这张躯干的部分画的还比较不错，形比较准确，动态也比较舒服，比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就第一个的话，这里呢稍微的有点琐碎，不够整体，可以再多一点大块面的交代。就比如说这个位置整体都是一个朝下的面，把这里这个面含在一起。
然后这里的结构呢比较清晰一点，在人体中比较重一点，可以把这里呢主要交代一下。然后像这边比较弱的呢，就弱化处理，这样的话呢，整体感的这种画面效果就有了。就在画的时候，更多的注重整体造型，在交代结构的时候，把结构画的更加自然，不生硬。该弱化的弱化，该强调的强调，这样的话就更整体。来看一下这一张，基本结构还好。第一个的话呢，腿不用画这么长下来，右边的这根腿略微的往起抬，所以说给它画一个下面的一个横断面。后面的这条腿呢是平的呢，给它画一个平面。然后大腿的内侧不光是有肌肉，还有脂肪，所以它是一个弧度，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弧度。然后这个缝相机呢有点靠中间了，往内侧移一些，这个不错啊。注意一下缝相机的宽度，稍微的宽一点。这里往侧面走，它应该变窄，因为它宽的这个面朝向了里边。然后下面的这个缝相机也是稍微窄了一些。然后这个缝相机呢不要往中间拐。下面的这个右边这条腿给它画一个横断面，缝相机往里边拐。它这个阔筋膜张肌肌腹的这个部分呢比较饱满，